芒格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23年11月28日，但芒格留下的传奇正在被人津津乐道。作为享誉全球的投资家，巴菲特的黄金搭档，他被称赞为是比巴菲特还聪明的人，有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。巴菲特曾这样赞扬芒格：芒格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他用思想的力量拓展了我的视野，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为人，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。比尔盖茨则表示，如果没有芒格，巴菲特恐怕很难做得这么好。迪士尼传奇掌门马克尔·艾斯纳表示，芒格既博学又专精，他见人所未见，取得了非凡成就。芒格家族史这样写道：我的家族里没有许多伟人，也没有什么有权优势的人，但大多数属于可靠的中产阶级，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。20世纪20年代，美国经济繁荣，社会高速发展，让人如痴如醉，但到了30年代，这一切都戛然而止，全世界迎来了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。当时芒格6岁，这一场大萧条直到他高中毕业才结束。这场经济恐慌始于1929年10月29日，被誉为黑色星期二。仅1个月左右，股票总市值暴跌超 40%， 账面资金损失超300亿美元。当时许多人都是借钱炒股，股市暴跌，许多人还不起钱，最后纷纷走到楼顶一跃而下。祸不单行，股市暴跌这一年，自然灾害也相继发生，洪水、干旱、瘟疫和沙尘暴等相继袭击美国，导致4000多万美国人陷入了一贫如洗的经济。传闻这一次经济大萧条导致超700万美国人被饿死，至于是否属实无法证实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一次经济大萧条饿死了许多美国人。当时许多人失业，成为了流浪汉，挨家挨户敲门，提出帮助房屋主人打扫屋子或者干些杂活，只为换一口吃的，填饱肚子。芒格这样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穷到什么地步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30年代，芒格去巴菲特家族的杂货店打零工。巴菲特杂货店是巴菲特祖父创办，芒格在这里打工时，老板就是巴菲特的祖父。待遇是连续工作12小时，支付2美元。但当时社会保险条例刚刚推行，巴菲特的祖父要求员工自己缴纳社会保险金，也就是2美分。每天芒格就要带着2个1美分的硬币去上班，下班时交给巴菲特的祖父，然后得到1天的报酬，也就是2美元。当时巴菲特也在这家店工作，不过两人第一次相识并不是在这里，而是工作之后。1941年，17岁的芒格前往密歇根大学就读数学专业。在大学期间，他接触到了基础物理课。芒格非常推崇物理，他称物理是用最基本的方法寻找问题的答案，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，为世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他曾说，如果世界由他来掌控，就会要求每个人都去学物理，因为这样会教他们如何思考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了珍珠港，许多年轻人纷纷退学参军，芒格也不能幸免。第2年底，他不得不去参军。芒格厌恶当兵，他研究了部队的条例后，积极参加了部队的统一分级测试。当时美军规定，新兵只要考到120分，就可以从士兵升级为军官。芒格考到了149分，很快就被提拔到少尉，然后被派到2所大学进行气象学培训，也就是成为一名气象预报员，这样就不用到前线了。后来，芒格被派到了阿拉斯加。芒格后来评论说，那里并不危险，他一直驻扎到一个城镇中，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军事行动，就像躲过经济大萧条一样，芒格躲过了2战。在这场战争中，芒格学会了打牌，可不要小看这个打牌。芒格说，他后来之所以能发达，打牌占了很大的因素。芒格总结打牌和经商的相似经验，那就是必须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及早认输。如果有大牌在手，就必须下重注，因为不会经常拿到大牌，所以机会出现后一定要紧紧抓住。1946年，芒格退役前，他申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，他父亲也毕业于这个学院。芒格在大学虚度了光阴，后来他曾后悔，认为自己当时太散漫了。不过他也提到了巴菲特，称巴菲特在哈佛大学也虚度了光阴。1948年，芒格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，同期毕业的还有埃德·罗斯柴尔德，他在芝加哥创立了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。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，我介绍过，这里不展开了。毕业后，芒格去了洛杉矶，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大城市。第2年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当时1个月底薪是275美元，很快他就存了1500美元。20世纪50年代，被美国人誉为最幸福的10年，芒格幸运地躲过了经济大萧条和2战，但在这个阶段却迎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。一是和自己妻子离婚后，孩子跟了妻子，他几乎一无所有。当时穷的车漆掉了，他只能自己给车子刷漆，车子丑的女儿都嫌弃。不过芒格没有办法更换，因为他要节省钱支付抚养费。二是离婚后不久，芒格的儿子泰迪患上了严重白血病，芒格努力挣钱想治愈儿子，那时白血病是不治之症，芒格和不少癌症家庭一样耗光了钱，儿子也未能救回来。很快芒格再婚，然后又有了一个儿子，帮助他逐渐走出了悲伤。律师的收入比普通人高，芒格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投资天赋开始崭露头角。
股市让芒格对未来充满了热情。芒格当律师的时候，学会了许多经商之道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参与了许多重大交易，这让他积累了大量的收购经验，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许多人可能好奇，芒格是如何赚到第一桶金的？接下来聊一聊芒格如何赚到第一个100万，看一看他的传奇人生。第一次合伙开公司是一家制造业公司，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经验，让芒格意识到通过生产商品赚钱充满了危险。后来看到城市高速发展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，芒格认为未来做房地产开发会赚钱。很快，他找到了合伙人，两人各自出资一半，买地皮修建了刚刚兴起的自住式公寓。由于规划超前，建好后很受欢迎。后来虽然经历了经济不景气，但最终他们的利润回报率高达400%，投入了10万元，最后收回50万元。建房地产如此赚钱，他们又开始开发第二个项目。由于分析了第一个项目的经验，此后他们开发的房子很受欢迎。虽然此时投资了房产和许多领域，但此时芒格依然是一名律师。此后芒格又找了新的合伙人，在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。不过芒格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，也就是必须大量贷款，通过高周转来维持项目。他担心将来对借贷依赖太高会有风险，决定主动退出房地产市场。在整个房地产开发过程中，芒格一共赚到了140万美元，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100万，而初始资金就是5万美元。这个时候，芒格的主业依然是律师，房地产开发只是他兼职做的副业。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没有挣到100万，他却在那个时代兼职挣到了140万美元，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万，可想而知他的厉害了。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下芒格的眼光，当时房地产非常赚钱，可是他却能急流勇退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后来芒格也不再重视房地产了，即使和巴菲特合作后，巴菲特对于房地产也不太重视，这些都是受到芒格的影响。芒格的父亲去世后，他回老家料理父亲的房产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的巴菲特。这一次见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这一次，两个智力超群、价值观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，从此之后，他们就是朋友兼商业伙伴了。此时，芒格和好几个搭档合作过了，巴菲特却一直孤军奋战。但是两人脾气都很怪，但他们两人在一起却又能友好合作，或许这就是天作之合。很快，两人一起把大把的资金拿出来买小公司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两人刚开始通过电话分析商机，一个星期互相要通话好几次，每次通话都是几个小时。刚开始大家不算严谨的合伙人，用芒格的话说，生意好的时候是初级合伙人，生意不好的时候是高级合伙人。巴菲特曾评价芒格，他比任何人能更快更准确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，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点，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。巴菲特后来又评价，芒格是他能找到的最佳拍档。尽管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，但此时的芒格依然热衷于律师事业，这一点警示我们不要忘记了老本行。1962年，巴菲特买入了困境中的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公司的股份，他就是伯克希尔的前身。这一年，芒格在洛杉矶成立了2家新公司，一家是律师事务所，一家是证券公司。很快，这家律所声名远扬，第一年就赚了大钱。就在律所蓬勃发展时，伯克希尔也在高速发展。而此时，芒格依然坚持做律师，不过现在是兼职做了。3年后，芒格退出了律所。这一年是1965年，他认为在自己再也不需要依靠律师费过日子了。从这一点看出，芒格是一位非常保守的人，哪怕在其他领域颇有建树，手中有大笔的现金，但他依然坚持做律师，主要是有稳定的现金流。在这一时期，芒格投资的证券公司也大获成功，此时他的财富大大增长，所以他放弃律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1969年，由于市场表现不佳，巴菲特不得不清算自己的合伙公司，芒格坚持了几年，但依然损失惨重，特别是1973年和1974年。当时伯克希尔还是一家纺织公司，股价在2年间从80美元跌到了40美元。后来股市逐渐恢复，芒格迅速清算了公司，挽回了一部分损失。芒格回忆称，开设证券公司他赚到了300万美元，投资房产和其他理财帮助他赚到了200万美元。他把这些钱拿来大量收购优质资产，通过一些劣交叉股权的变更，最终芒格之前的许多合伙人都成为了伯克希尔的股东。伯克希尔的股价也开始大幅增长，到2000年6月，伯克希尔的股价为6万美元一股了，而1974年还是40美元一股。最高时，伯克希尔的股价高达9万美元一股。芒格买入伯克希尔的股价低于40美元，可想而知他赚了多少钱。说到这里，许多人可能好奇，芒格和巴菲特合作，首个赚大钱的项目是什么？是蓝筹印花。从喜事糖果开始，芒格对巴菲特的影响有多大？为何巴菲特要听从芒格的建议，改变投资策略并执行了几十年？巴菲特不看好的收购，为何在芒格手里被盘活了，并且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投资公司之一？为何说巴菲特芒格王朝战无不胜？想要知道这些内容，点击下方小黄车购买查理芒格传，
前面我介绍的内容都来自这本书。本书还介绍了芒格和巴菲特的许多故事。本书作者撰写本书时耗时3年，获得了芒格的鼎力支持和配合。本书定价89元，现在我申请到了优惠，仅需48.9元。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哟。